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顶流迪丽热巴2025两部剧播放量超23亿，跟肖战《藏海传》一样亮眼。2025年，一部悬疑剧《利剑》玫瑰以16.92亿播放量席卷荧屏，搭档中式奇幻剧萧启清壤贡献6.29亿流量。两部作品累计全端播放量突破23亿大关，与同期顶流演员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分庭抗礼。这组光鲜数据背后，揭示的不仅是顶流效应，更是国产类型剧在深度与广度上实现的双重突破。当迪丽热巴加悬疑剧的组合产出16.92亿播放量，表面看是明星效应，实则是悬疑类型的范式革新。利剑玫瑰之所以能突破传统刑侦剧的收视瓶颈，在于它实现了强情节与人性深度的有机融合。相比过往悬疑剧对案件本身的过度聚焦，该剧将叙事重心转向犯罪背后的社会机理与人性幽微，在破案逻辑之外，构建起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与情感张力。而萧启清壤的6.29亿播放量，则标志着中式奇幻剧进入世界观自觉阶段。它不再是对西方魔幻的简单模仿，而是扎根于中国神话谱系与民间传说，以现代叙事语法重构东方超自然想象。当魑魅魍魉不再只是视觉奇观，而是承载文化隐喻与人性叩问的符号时，奇幻剧便完成了从猎奇消遣到文化表达的质变。23.21亿播放量不是凭空而来的数字狂欢，而是观众审美偏好变迁的直接映照。当下观众已不再满足于流量明星加 IP 改编的简单配方，转而追求强类型加精制作加深表演的复合体验。利剑玫瑰与萧启清壤的成功，恰好在悬疑的智力挑战与奇幻的想象放飞之间，搭建起审美过渡的桥梁。这种审美迭代还体现在观众对中式叙事的重新发现。利剑玫瑰中的罪案逻辑根植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独特矛盾，萧启清壤的超自然体系则脱胎于《山海经》式的东方玄想。当权谋剧《藏海传》以历史纵深构建叙事迷宫时，这两部作品则分别从现实与奇幻维度完成了对中国故事的当代转译。迪丽热巴的表演轨迹折射出顶流演员生态的悄然变化，从偶像剧的颜值担当到类型剧的表演核心，她的转型之路也是行业价值重心迁移的缩影。利剑玫瑰中冷峻坚毅的女警形象与萧启清壤中复杂多面的奇幻角色，既是对其表演疆域的拓展，也标志着市场对顶流演员的评价标准从流量贡献转向专业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肖战在《藏海传》中演绎深宫权谋时，迪丽热巴则在悬疑与奇幻领域开辟赛道。这种差异化竞争恰是行业健康发展的信号，顶流演员不再挤在同一赛道上内卷，而是以各自擅长的类型剧推动内容多样化，最终形成百花齐放的良性生态。当我们为23.21亿播放量惊叹时，更应关注这些数字背后的文化沉淀。利剑玫瑰对正义伦理的深入探讨，打破了悬疑剧为反转而反转的窠臼。萧启清壤对东方奇幻美学的体系化建构，则为后续创作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世界观模板。这些隐性价值远比播放量排行榜上的名次更值得珍视。真正的现象级不应只是播放数据的暂时登顶，而应是通过类型创新推动行业标准提升，通过文化表达丰富观众审美体验，通过表演突破拓宽创作可能。利剑玫瑰与萧启清壤的意义，正在于他们证明了流量与品质可以并存，商业成功与艺术追求能够共振。当喧嚣的数据尘埃落定，留在观众记忆中的将是那些触及心灵的复杂人性。
独具匠心的文化想象，以及演员与角色相互成就的精彩瞬间。这或许才是国产剧在流量时代最珍贵的突围，在追求爆款的同时，始终不忘创作的本心与文化的根脉。